不要看我好不好？不要看我。好，脚伸出来。哎，高，挺高的。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马来西亚的阿贡村。阿贡村，你可以看得到传统的马来乡村，而传统的马来乡村有什么特色？第一个，高脚屋是它最具特色的地方。为什么马来西亚传统高脚屋这么的多？为什么他们要盖高脚屋？古代的马来人往往都是沿河而居，然后呢，用河命名的村落呢比比皆是。那他们呢，在这些河旁边呢，也都设有清真寺做礼拜，散布大大小小的祈祷所。所以很多人不知道，马来人他的主要信仰宗教是伊斯兰教。那它旁边的很多的祈祷所也供穆斯林每日5次礼拜的场所。马来人最基本的住所就是用木柱支撑起来的高脚屋，也称为叫做甘蓝式的建筑。那它的墙壁啦、屋顶啦、地板啦，都是用木板，还有呢，就是当地所产的叶子来构成的。这些叶子叫做边贝叶，俗称叫做亚达叶。那马来人呢，通常用身体来类比房子，比如说头啊，比如说身体啊，比如说脚啦，所以就叫做高脚屋，因为它的底部是长长的嘛，居住的空间高脚就是它的支柱。马来人的房子分成几个部分啊，首先楼梯、门口，一般而言，传统的民宅皆有2个出入口，前门客厅，后门厨房，后面没有楼梯啊。那也因为在这里考虑到伊斯兰教男重女轻嘛，所以呢，女性也都是从后门进来的，男生都是从前门进来的啊。所以重点是它的客厅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兼具了很多的功能，还有宗教仪式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讲，那为什么它会有高脚屋？喂嘛，很好玩。他会抢哦，先小心。刚才一大口咬一大口呢。对，拜拜。拜拜。现在你所看到的就是高脚屋啦。马来西亚是一个多雨的地方，而且它靠近赤道，所以马来的住宅地板离地要数尺，以便防草根，还有老鼠，还有什么蛇。所以呢，它要做高脚。那屋顶呢是2面坡式，又陡又长，因为下雨，那个雨水打在屋顶上面就很容易流通啊，而且呢也可以遮挡马来西亚的热，它的户外强烈的阳光。按照马来人的习俗，房门不能开向南方，否则会带来不幸。海边渔村的住房通常正面要面向大海，房子下面的空间往往要有一艘用绳索捆绑的船只，方便出入。它的住宅四周要种什么？椰树、香蕉、红毛丹、榴莲等果树，也就是当地的水果。再来呢，他们也会养一些家禽啊、鸡啦、狗啦。马来人的住宅一般就称为叫做亚达屋，其中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有发现吗？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快则数小时就把它建造而成了。所以如果你在看影片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一些建筑它的架构算是很简单的，没有太多复杂的工法，这样了解吗？
这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所需要了解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建筑都会跟随，不管是从历史，或者是它的气候因素、人民宗教信仰等息息相关。而高脚屋就是标准的因应了马来西亚的气候地形所塑造出来的。而且呢，在这里你还可以吃到马来人以米饭、糯米、糕点、鱼肉、蔬菜为主食做的马来食物。而且因为天气热，所以呢口味要重，所以他们的食物味道就特别的重，香料也放得非常的多，再加上宗教信仰不吃猪肉，鱼常常会被腌制起来，这对我们的口味非常的不适应。但是这就是地方特色，所以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地方当地的民俗食材特色，不要老是觉得吃咸鱼、吃鱼干、吃虾酱，但这些就是马来人独有的调味料，这不就是你旅游的特色吗？对不对？而且这里还有充满马来风味的一种烧烤肉串，叫沙爹啊。然后呢，在这里呢，马来西亚人就习惯用手抓取食物，所以用餐前呢，必须呢把手洗干净啊。那没有把手洗干净啊，这下你就知道了啊，送什么进去嘴巴啊，就拉什么东西出来。一泻千里，再谢万里，到最后只能说声谢谢你啊，没有办法啊。所以呢，卫生习惯呢很重要。有时候他们吃没什么事啊，那我们呢水土不服，一吃了就不小心落晒，对吧？那在这边呢，你也可以发现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习惯啊，嚼槟榔叶啊。那马来人茶余饭后最爱的一个活动就是呢，他们常常身边会有带个小盒子，那个铁盒里面呢都会携带装有槟榔啊。马来人认为呢，嚼槟榔叶子啊，可以除口臭，可以保护牙齿啊，还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啊。有的也会吃槟榔啊。OK， 看完了马来，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华人的世界喽。那么我们导游领队会安排你们一起走过来。OK， 准备。叫下面就在各位，这个庙呢，金安三次，里面是供奉这个保生大帝，还记得吗？我们在极乐生活讲过嘛，我们好多去照相啊，或者说去了解民间啊，我们在这边集合，请你们先不要自己。槟城乔治市是世界遗产哦，它非常有名，而且没有商业气息。我个人非常喜欢来到乔治市，因为它的商业气息蛮低的啊。槟城的水上村落啊，要说起它的历史，大概在19世纪以前呢，落脚的华人，坦白说，海上高脚屋、水上社区，这在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有啊。但是槟城乔治市的水上村落是一群当地人的生活景观，它附近没有商店，整条街道短短的，有姓周的，有姓李的，它就叫姓李桥、姓周桥啊。然后呢，这短短的街道上面呢，没有太多的商业气息，全部都是当地的居民住在那里面。至于为何要用木桩一根一根的打进海底盖房子串联在一起啊，众说纷纭啊。有人说，因为当时的华人来到这边移民，所以他没有身份地位，不能持有陆上的建筑物，那我就住到海上啊。那海上怎么住？又不能住船屋，所以就在这些沼溪地上面，他就打上木桩，住在这个海边的盖起来的家。第二个呢，靠海为生，因为以前很多都是在中国沿岸
他来到了他乡异国，所以他们都是选择靠海为生，选择居住在海上，而且因为一个传一个的从自己的国家来到这里，那就变成了姓李的住一起，姓周的住一起，姓王的住一起啊。其实认真来讲，大老远离乡背井来到陌生国家生活的百姓，同乡同姓的移民会形成一个聚落，很正常啊。就像我们在国外，有时候遇到讲同样语言的，我们就会聊两句，对吧？所以在外靠朋友嘛，然后呢，大家就会互相协助过生活。而姓氏桥其实就是当时历史文化聚落的一种，每一条姓氏桥上面住的居民啊，到现在世世代代都还住下来，所以它没有商业化，就是很生活化，很直接的告诉你，这里就是历史的轨道，所有的人都来自同一个家乡，也就形成了一座一座的水上聚落。如此特别的水上村落，它被列为了乔治市世界文化遗产。乔治市的姓氏桥大多数都是从Hokkien 福建过来的，最初的姓氏桥有9座，每一座呢都是往海外延伸的啊，所以它的木桥长度不一，因为盖的房子不一样嘛，住的人也不同。最大的聚落就是信州桥，信州桥它有75间民宅，也是现在观光客到访最多的姓氏桥。当然还有姓李的、姓陈的，我们就找其中一条姓氏桥啊来去拍摄啊。其他呢，有一些年代久远，子孙外移，从此就不见了，保存不易的，慢慢的就不见了。所以呢，从最多那么多姓氏桥9座，目前呢只有6座，其他有的就毁坏掉了啊。所以你喜欢吗？我很喜欢，你有半点商业气息的姓李桥，感受当地人海上文化的姓氏桥，非常值得造访。这对我们来讲，现在能够看到历史是一件非常幸福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有时候想一想，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很多都不管你什么历史啊，讲的都是现代化。但是我特别喜欢历史，因为历史有2大功用啊。第一个，启发我们的智慧；第二个是了解了人性。社会是人的组成嘛，想要成功就必须了解人性，而且了解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借由人事案例啊。所以这也是历史价值存在的意义啊。为什么要学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历史？其实这在现在的社会环境是很纷争的，有的人觉得不需要哦。想想看，我们从小念的历史跟古人学的历史有什么不同？现代史学重视的是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制度，对不对？但是呢，以前的华人传统史学只重视一件事，那就是人。你有没有发现，传统的史书你打开来看到的就是笔记、世家、列传，写的全都是人。对古人来说，历史的功用是借由一个个的人事案例来磨练智慧，而这是不管哪一个世代，不管是谁都需要的能力啊。所以呢，在中国，在华人几千年来的历史，注意看它有个特点，在研究人，包括像《孙子兵法》，这讲的也是人。所以累积了上从帝王将相，下至什么贩夫走卒啊，对不对？大量的人事资料，因为在华人在中国以前认为，所有的事件的关键在于人，制度对了，方法对了，只要人是不一样的，结果就有可能天差地远。什么样的人做出来的事情就是不一样，对吧？这就是中国史学独特的观点啊。所以，你对历史的看法是怎么样呢？我对历史的看法是这样。
拜。超级棒的槟城乔治市，它每一个地方走到、看到、了解到的，我跟你讲超棒，它就是活历史。从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历史人物的故事，对吧？国家兴衰的原因，对吧？所以我们了解历史，去看历史，是要知道它发生的原因，对吧？所以呢，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行万里路，看到这些历史活生生的在你眼前，可以感受到哇，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为什么这些当时建设的人，这些来这边开创第一代开创的华人血泪史有多么的辛苦，让我们更珍惜现在。可以，耶！太热了，然后我们用扇子，然后参与寺庙。中国的、马来式的、西洋式的，全部都在槟城乔治市，你看得到。难怪这里会被誉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地。再次说，我很喜欢这里的建筑、这里的特色、这里的文化，它每一步都让我好像走在时光隧道里面了。而且呢，感觉到它这个墙壁啦、的斑驳啦、它的铁门啦，好像都有一道道故事在这上面。那在这里最有名的就是壁画街，这里有来自全世界的各地的游客呢，都是为了欣赏这里的壁画而来。其中姐弟共骑有看到吗？上面就有袋子，上面就有啊，还有追风少年啊，小孩子爬墙啊，不是老婆或者老王爬墙哦，是小孩子爬墙哦。这3幅呢，是最主要的有趣的壁画啊。其实槟城的街景也相当的引人入胜了，所以这几年来，他也开始推展了单车漫游。但说实话，真热啊，对很多人来讲很热啊。你看有没有姐弟共骑啊？这一幅是很有名的哦，有没有啊？现在不止姐弟共骑啊，还有夫妻共骑啊，3人行啊，双贴、4贴都有啊，因为大家都一定来这边拍照啊。那在这里有很多的单车店啊，也有3轮车啊。那我们当然舒服一点啊，坐3轮车漫游一下槟城啊，乔治市。那来到这里，壁画绝对是你不可或缺的拍摄题材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乔治市最有名的壁画街。当然，这个地方就有汇集了各式各样的美食在这里，马来式的、印度式的、华人式的、娘惹式的都可以看得到。乔治市在槟城岛的东北部，是槟城的首府，这里保有很强的华人传统色彩。这里的小吃其实很好吃哦，我很喜欢这里的小吃，因为这里的小吃呢，融合了这些当地移民人的手艺，创造出各式各样不同的口味，而且也只有在这边吃得到。贩售的传统货物，无数的华人庙宇，不一样拜的神，旧式的咖啡店、市集。乔治市不大，但是呢非常的密集，足够你逛。它也是马来西亚古老城镇之一。2008年，它被列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觉得它真的得到这个文化遗产是实至名归啊！乔治市在马来西亚半岛的西海岸，所以这附近还靠海，还有几家很高档的靠海的饭店，绝对不能错过。多元的文化美食太棒了，
这里的壁画，这里大马的美食，都是值得你去探访的。一间一间走，慢慢走，可以走上1天2天，都足够你可以探访的。所以这里自由行的客人非常的多。现在我们走啊走啊，就走到了印度人聚集的印度区。来到印度区，当然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印度的食物喽。来看看印度甩饼跟拉茶。等一下要吃印度料理的哦，然后喝印度拉茶、印度奶茶、拉茶，吃印度饼，然后再来是喝印度拉茶，嘿，甩饼。对，等一下我们还会喝印度拉茶哦。这个城市很棒，但是呢，当它被列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当然也为它带来了一些的问题。观光客太多了，它就干扰到了原本在这边生活的居民嘛。然后呢，全球高龄化严重了，其实这个已经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发生了，非常的严重啊。少子化、高龄化，死的呢比生的还多哦。现在人工缺乏，物资上涨，将来的劳动力从哪里来？所以很多人在抱怨着物资涨啊，什么都涨啊，这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你不要去抱怨它，因为它不会回头，它不会再跌回以前的价格。而槟城也面临到马来西亚人口老化的问题，这里是人口老化第2高的州属，因为华人多嘛。那华人比较养生啊，所以他活得也比较久啊。而槟城这里被称为东方明珠，是因为它是海岸旁边的一座小岛。这里目前的经济消费都还算低廉，虽然慢慢的有升高的趋势，但是在东南亚国家比较起来，还是算非常不错的了。而为什么槟城，我认为它是被低估的旅游景点呢？虽然它比较静态，但是它丰富的历史文化跟资产，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看一看。但是大部分很多人都喜欢去那种东南亚的很棒的 villa、高级豪华的饭店啊，有时候会忽略了历史文化景点带来的那种丰富性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喜欢静态一点的，然后呢有历史文化、有景色一点的，我觉得马来西亚槟城的乔治是非常值得的。那么你们看到四面佛的时候呢，你们看到那脚翘起来的就是正面，正面呢是钱宝，那么呢这一边呢是保佑做那个横财神印的，后面。哎呦，这个就很奇妙咯。明明来马来西亚槟城乔治市，怎么会看到有泰国的东西呢？不，这里是世界第3大的室内卧佛，卧佛全长33米，就躺在那，这是很祥和的躺在那啊。向右侧躺着，脚向着右方啊。哎，你们想过为什么卧佛要躺右边呢？这叫做吉祥卧啊。所以很多人呢都在睡觉的时候会用吉祥卧的方式睡觉，听说对身体很好。吉祥卧是佛教的一种修行姿势，就是身体向右面侧卧，
两腿合拢，微微弯曲，左手呢就放在左大腿的外侧。在现代的医学证明了吉祥卧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减轻心脏的负担嘛，因为心脏在左边嘛，对不对啊？那利于排血，促进肠胃道的消化吸收，所以很厉害。2000年前佛陀每次睡觉都采用这种右侧卧的姿势，所以你观察一下现在的很多佛像也是这样重点就在这里了，这叫吉祥卧。释迦牟尼佛在入涅槃的时候，他的头朝向是北方，所以有人说呢，释迦牟尼佛他在涅槃时就是用吉祥卧的方式那这里为什么又会有太佛呢？这里的太佛建在1845年，是一座超过100年的老佛寺，而这附近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美食叫拉沙面，因为当时这座佛寺的一位住持是来自泰国的高僧，据说这一位高僧来到了槟城之后呢，非常喜欢当地的一种美食叫拉沙面。随着这位高僧升天之后呢，许多的信徒都还是以高僧所喜欢的拉沙面摆在高僧的塑像前来膜拜。泰佛寺呢，它当时是由维多利亚女王容许来自泰国的僧侣，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是联合国很多沿海的东南亚的人都来到了槟城乔治市，所以呢，为了他们的宗教习俗关系呢，当时统治这里的英女王，她就同意在槟城建造，以换取英国跟当时的泰国的贸易渠道以及友善关系，所以就有了这一间泰佛寺咯。我们在泰国，泰佛寺，卧佛，嘿，泰国寺，等一下再走过去过马路，缅甸，嘿，好。有泰国，那怎么可以少掉缅甸？所以这里也有缅佛寺，也就是缅甸寺咯。缅甸寺呢比泰佛寺还久它建在1803年，是槟城最古老的佛教寺庙。进到寺庙当中，你又可以看得到这些佛教无数的绘画、壁画、雕像。这里最大的特色是缅甸佛教寺庙，这个寺庙最大的特色还有一个就是塔寺一体，整个寺庙都是塔式的建筑，外观都是金色的，所以看起来呢，哇塞，金碧辉煌。它是马来西亚的一座缅甸佛教系的寺院，缅族的佛教徒就把它称为叫做大众拜佛寺。讲起来呢，还真直白啊！现在就有很多的人在这边蒙书，是不是问事情说起了缅佛、泰佛也好，印度也好，在小小的一个槟城乔治市，你可以看得到这么多的多元文化融合在一起。这里也拥有了多元美食，被誉为马来西亚的美食天堂。不仅如此，这里还拥有丰富的历史。还有呢，跟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历史上的槟城乔治市曾受英国殖民统治超过150年。在18世纪时，槟城曾经是非常繁荣的自由贸易港，吸引了很多的英国作家前来，这可能是你不了解的。而且当时亚洲的知识分子也都聚集在这个地方，有钱嘛，大城市嘛，经济繁荣嘛，自然而然知识分子也就会来到这个地方。所以精通英文的人口呢，在当时多到不可思议。而这些下一代有的住在这里，也就留了下来。所以现在在这里，他的外语能力也是非常棒、非常多元化的。槟城州的首府就是乔治市，它拥有不少超过200年以上的古迹。在这里来到之后，你才会发现它这里是名副其实、实至名归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还被完整的保存得很好，而且当你在这个城市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古迹就融入你的生活当中。想要了解马来西亚的地缘政治和历史，那你绝对就不能错过的乔治市。槟城的人口呢，大部分是马来人，但是呢，高达了快1/2是华人。
少部分的印度人。那这是怎么发展而成的呢？为什么会有印度人？这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16世纪，槟城都是属于吉打苏丹国的一部分，海上贸易当时非常的繁荣，马六甲海峡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了控制政治跟经济的重点。所以当时的英国人他发现了这一点，指出马来人、布吉人跟华人会来到这里居住，就是先知啊！哎呀，我之前就发现这个地方的地皮会炒起来是一样的啊，这就让槟城当时成为一个很好的条件。作为英国在远东殖民的自由港，所以英国人就来咯。槟城最终在1786年的时候呢，它是租借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用它来换取军事上的保护啊。因为它的地理环境可以对抗缅甸、对抗泰国。那英国人在登陆的地点呢，建构了一个叫做康华利斯堡，这个遗址至今仍然存在啊。所以在这里呢，英国国旗就在1786年的时候呢升起了，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也就是它最大的特色。而你知道，槟城还有一个叫做槟榔岛，而槟榔岛的旧名又有一个叫什么名称吗？洋名啊，叫做威尔斯亲王岛，你就可以知道了啊。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跟这里相比，一个面积这么小的地方，却容纳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人跟语言。19世纪移民带来的影响更强烈，商人涌进了槟城，在这里呢急剧增加的船只，所以呢新移民就涌至了乔治市，因为热闹就有钱赚。中国南部、印度、欧亚、泰国就全部都冲进来这里，所以到今天你可以看得到，穆斯林、基督教、佛教、印度教都在这个地方，这也是华人祭拜祖先的地方。当地的华人按照出身，福建、广东、客家、潮州等等还有他的姓氏，来组成了不同的氏族。这样子的生活方式也为这个地方留下了很多的故事，还有它的建筑。所以来到乔治市的街道，你会发现这里很多已经被改建成寺庙来纪念过去的历史，墙上也都常常刻有一些历史相关的文字，同乡会馆啦、中青会啦、各个氏族的活动啦、行政啊、精神啊，你知道吗？到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已经忘本的年代，在乔治市，你还是可以感受得到他们这些同乡会馆在这边的强力支持、支援，还有对这里的保护。到如今，这些宗祠还是纪念场所，很多都还对外开放，这也是这里非常值得来的地方。赞，好吃，美琪姐，好吃，榴莲，好吃，赞哦。我讲，那个泰国榴莲小一点，但是肉很多。你有讲好食啦？好食啊，好食，美味しい。你有機會啊！我都有經啊！哇，鲁班古庙做很多节目啊，我很难得介绍到鲁班，但是呢，我个人呢非常欣赏鲁班，他是古代著名的工匠。鲁班善于思考，善于从生活当中发现灵感，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工具，锯子啦、墨斗啦我们现在在地上啊，建筑在用的很多的墨斗，对不对？大家应该有概念，有在做装修的就知道。就是鲁班发明的，甚至因为两国交战，鲁班还制作了第一个云梯啊，
作为战争机器啊。轮梯的发明更奠定了鲁班在工匠当中的祖师爷啊。鲁班是谁啊？鲁班是所有土木工匠的祖师爷，凭借着他的一双巧手发明的许多的实用工具，当然你也可以叫他木工师傅啊。所以你知道很多人会去拜鲁班，拜鲁班是拜什么呢？我告诉你哦，很多寺庙里面有鲁班，他在拜他的是什么？他是营造业之神啊，懂意思了吗？做工程的、做营造的、做工艺的，很多都会来拜这个守护神，叫巧圣先师。农历的5月7号就是鲁班公圣诞，你知道吗？鲁班被称为中国的工匠始祖，然后呢，他设计很多的工具，他提出的建造法则，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沿用。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是鲁班的身份呢，不仅仅是个工匠啊。他在去世2000多年之后，就有很多的中国学者在研究他的作品跟历史背景后面呢，就发现了，他还有另外职业，就是风水大师啊。研究人员在研究鲁班所留下来的神秘的土木建筑书的时候，发现书当中有很多的建筑技术外，还有不少建筑上的风水玄学，包含了很多的道术，还有破解法。所以呢，可见的鲁班呢，不仅是个工匠，还拥有了风水的概念哦。这一个近代最受世界瞩目的文化遗产槟城乔治市，如何在发展的洪流底下兼顾了城内的历史跟未来？你知道百年古迹不能动啊，所以你要新盖建筑就有点难啊。古迹需要维护啊，需要经费啊。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联合国就会拨钱价下来啊。但是原本住在这里的人该怎么办？如果是他的主产该怎么办？那如果遇到经济发展，要如何盖新的建筑物？传统的文化、新兴的产业，它该怎么走下去？所以很多人在看着成为世界遗产的乔治市跟马六甲，它怎么走下去？其实乔治市、马六甲都是非常有名的典范城市，他们拥有很类似的地方，包括多元的物质、非物质文化的特色，展现在不同的信仰、宗教、建筑、民族、领地、语言，你在这里都看得到。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拥有独特的建筑、文化、城市景观。所以由此可知，作为世界遗产，除了古迹建筑，乔治市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文化，还有非物质遗产，也是它保护的重点项目之一。这在很多国家目前都是被忽略的。其实，非物质遗产还有文化特色，包含了戏曲、音乐，还有最重要的画作，我觉得都非常重要啊。那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它有什么呢？
口头啊、传统表现形式啊、表演艺术啊、仪式啊、节庆啊，有关于自然界跟宇宙界啊，传统手工艺都是属于非物质遗产。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律法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了解到，其实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不是单单只有你看得到的建筑物、大山大水，还有所谓的非物质遗产。然而，非物质遗产显然会比古迹保存还要麻烦许多。毕竟有问题的古迹，你可以用技术把它救起来嘛，但是生命的流逝就不能够复生了。像仪式跟节庆，它就是属于时代传承、生命文化实践的传承，也很难，你懂吗？所以有时候尊师重道很重要，有时候古老的传统文化真的也非常的重要，它是需要好好的爱护跟保存的。那个炒粿条，炒粿条。我也是。福建虾面，还有很辣。炒粿条，哦，冰城炒粿条。好的，慢慢吃哦。谢谢。越南河粉，越南河粉还有那个鸡肉粥，哦，都是黄大哥的哈、哦。这2碗。2碗。等一下我不讲，吃不出了。在这里的大排档，在这里的夜市，你可以吃到最道地的马来西亚料理——槟城料理。马来西亚槟城乔治市，希望你会喜欢哦。